Hello，欢迎回到今天的频道。虽然我已经在加拿大生活了很多年，但是在研究这期视频的主题时候呢，还是发现了不少打破我以前认知的常识。我觉得你们也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因为你们也是要来加拿大留学或者移民的嘛。所以在来之前呢，多了解一些加拿大没什么坏处。看我要讲的这个20个方面，肯定会对你了解加拿大有所帮助。在你看这期视频的时候呢，请帮我动动手指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并订阅我吧。以下视频很多数据是来自加拿大统计局官网，那让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吧。第一点，道歉法。加拿大人呢很爱说 sorry， 无论大事还是小事儿，所以在2009年4月，加拿大出台了一个道歉法 Apology Act。 你是不是觉得加拿大人脑洞挺大的？但这是认真对待每件事的态度，还是可取的。这个道歉法主要声明的是，任何人对任何事情做出的道歉，在法律上不构成该人明示或者漠视承认与该事宜有关的过失或者法律责任。道歉仅仅是指对某人表示同情或遗憾的声明，或者表示悔恨或同情的任何词语或行动。说白了就是，我对你说声 sorry， 不代表我就认为自己犯了错了。没有人会因为你说 sorry 就对你做出你做错了的判断，因为说 sorry 在加拿大太常见了。比如你乘坐地铁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他人，说了声 sorry， 这不代表你真的对不起他，只是一种友好的态度的体现。第二点，90%的国土无人居住，这也代表呢，加拿大人口不多，给了新移民很多机会来移居这个美丽的国家。你也应该知道，加拿大是世界上第2大的国家，998万平方公里，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大了38万平方公里。38万平方公里是什么概念？和云南省的面积差不多。但是加拿大人口呢，目前却只有3700万人，估计中国2个1线城市的人口加起来也就这么多了吧。所以加拿大政府会给出很多移民计划，吸引境外的优秀人士移居加拿大。而且对于留学生的移民政策呢，在世界上来说也算是最友好的了。人们大多集中在10%的国土居住，主要是大城市，就比如华人基本上都分布在比较大的城市居住。一些偏远省份的移民政策呢，往往会更简单，因为他们需要吸引更多的人才搞建设。第三点，最长的高速公路。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大约是7800公里，西起维多利亚，东到海洋省份。你可以自驾横穿加拿大，往返15000多公里。对于不喜欢坐飞机旅行的人来说呢，road trip 未必不是一个好选择。第四点，北极熊监狱。如果一只北极熊闯入了你的住宅，偷吃了你的食物，你可以报警把它送进北极熊监狱。这真是事实啊！熟悉加拿大人应该知道，曼尼托巴省的丘吉尔地区被称为世界北极熊之都，随时随地呢都可以看到野生的北极熊出没。当地的旅游局呢还配有专门的观赏北极熊的台原雪车，就是北极熊爱好者和摄影爱好者可以住在这辆车上，在白天和夜晚近距离观察北极熊。加拿大也是拥有最多北极熊的国家，世界上大约有25000只北极熊，加拿大大约有15000只。第五点，国球。你应该听说过，加拿大特别喜欢也特别擅长打冰球，很多家长呢都喜欢让小孩子去打冰球锻炼身体。但是让人惊奇的是，加拿大的国球竟然不是冰球，而是长曲棍球。我也是才知道的，这边的很多社区球场也都会设置长曲棍球网和边界线。长曲棍球在加拿大也很受欢迎，但的确没有冰球那么流行。第六点，圣诞老人是加拿大人，这可不是我随便说的啊。早在2013年呢，前人民部长 Chris 就正式为 Claus 夫妇颁发了加拿大护照，因为圣诞老人居住在北极地区的加拿大领地范围内。按照移民部的说法，圣诞老人夫妇呢，可能是加拿大人最想要的2位人才了。既然是这样，有人发问了，那你移民部有没有官方文件拿出来看看，证明圣诞老人的国际身份呢？移民部发言人 Matthew 说，因为公民隐私受保护等原因，移民部是不会向外界展示私人身份信息的。但圣诞老人呢，总是爱穿象征着加拿大国旗的红白色服装，是典型的爱国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圣诞老人夫妇从里到外都是透透的加拿大人。第七点，最大城市多伦多。多伦多是加拿大第1大城市，也是很多新移民的首选，因为工作机会多，娱乐活动多，
教育资源丰富，还有总是位列加拿大排名前3的大学的多伦多大学。好多不了解加拿大的人呢，会误以为多伦多或者温哥华是加拿大的首都。其实加拿大的首都呢是渥太华，但是无论是温哥华还是渥太华，在工作机会这点上都比不上多伦多。第8点，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加拿大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有接近1半的公民持有本科学历，南方不到1%。我觉得原因呢是加拿大实行的是12年义务教育，就是从 Kindergarten 学前班到 Grade 12高3都是免费，上大学呢还可以申请贷款。所以不会有交不起学费而辍学的情况发生，而且很多新移民呢，在原居地呢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所以这也给加拿大的教育水平度越来越高做了加分项。第9点，外星人着陆点，这点也让我很惊讶，在 Alberta 的三炮城市建立了世界上第1个 UFO 着陆点，感觉在加拿大呢，遇到再稀奇的事情都有可能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加拿大不仅对地球上其他国家的新移民很友好，也对地球之外的生物同样友好。第10点，湖泊数量众多，面积超过1平方公里的湖泊，加拿大有超过31000个，全球60%的湖泊集中在加拿大。这是为什么加拿大水费低，为什么基本见不到有绝对用水的标识的原因吧。第11点，森林覆盖率高，加拿大的森林面积很广袤，森林覆盖率呢也接近50%，大概有491.6万平方公里。这也是加拿大为什么很多 house， 包括一些矮层的公寓楼用木头建造的原因吧。不仅仅是因为木头资源好，更因为是加拿大的森林资源多。第12点，世界上最长的海岸线，加拿大拥有243042公里的海岸线，包括大陆海岸和近海岛屿海岸，途经北冰洋、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岸线长度大于美国加俄罗斯加中国的总和。如果你想自己走完海岸线，需要4.5年的时间。第13点，世界最长的边境线，加拿大与美国的边境线呢是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边界，全长8890公里，沿着美加边境线不停开车，24小时不间断，你可能要开个4天3夜。第14点，世界最多的可再生淡水资源，加拿大人每人生产的可再生淡水最多，达109837立方米。与此相比呢，巴西是43756立方米，俄罗斯是31628立方米，美国是9980立方米，中国是2181立方米。第15点，枫糖浆产量世界最高，世界上77%的枫糖浆呢是魁北克生产的。如果你去魁北克旅游过，你会发现那里有很多当地特色的枫糖小屋。对枫糖小屋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我这个视频，视频链接呢放在描述栏里啦。第16点，10%的素食主义者，加拿大人里呢有10%是素食主义者，这意味着有超过300万加拿大人是素食者。吃素的顾客中，纯粹健康因素占10%，仅有宗教意识和世界和平理念的占50%，其他40%呢为佛教吃素者。温哥华和多伦多等城市也有种类众多的素食餐厅。第17点，6个时区，加拿大是世界上第2大国家，所以拥有6个时区呢也就不奇怪了。东西部时差最多可以相差4.5个小时，比如多伦多和温哥华呢就相差3个小时。在加拿大境内旅游呢，也是要经常面临倒时差的困扰哦。第18点，自来水可以直接喝，加拿大的水质好也是众所周知的，有人直接喝水龙头里的水，有人用个过滤器把水过滤后直接就喝了，而不用非得把水烧开才喝。很多公园呢也设置了可以向上喷水的饮用水水龙头，渴了就直接张嘴喝就可以了。第19点，世界最长街道，加拿大有一条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世界最长街Yonge Street， 南北走向，途经多伦多一直到大瀑布，长度是1896公里。这是什么概念呢？即便乘坐飞机走完这条街也需要2.5小时。第20点，讲法语人数第2多的国家，第一肯定是法国了。法语呢是加拿大官方语言之一，大家都知道魁北克省法语比英语要流行的多，而且在加拿大，如果你会法语，找到政府工作的机会会更大。如果你会法语，移民的途径也会更多。在魁北克省的大学呢，有很多科目是以纯法语教学的。以上是我所了解到的，如果你有什么有趣的观点想和我分享，就给我留言吧。我们可以接中写到第100条。前面走呢，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别忘帮我点赞、订阅、打开通知小铃铛哦。如果你有留学或者移民的意愿呢，并且想马上开始准备，
你也可以加我描述栏里的微信，我们的加拿大本地持牌移民顾问会给你提供最适合你的留学移民的靠谱方案，并且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和猎头团队也会同时给你提供来到这里的职业规划。岁月静好，环看静香，我是静香，与你分享北美移民生活心得和使用信息。我在北美大陆等你，我们下期见啦！